教室规则：本教室不需要表情。就在老师书写规则的时候，一道身影狼狈地挤进了教室。他仓促地钻进教室，险些摔了一跤。我递出一只手，总算让他扶住站稳，没有跌到地上。而此时，上课铃声刚好响起，老师黑板上的规则也终于写完。他松了口气的同时，冲着我微微一笑。看得出来，哪怕很慌张，但他还是保持着礼貌。可我转头看去，却发现老师书写的最后2个字竟是表情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不需要表情。本来准备还女孩一个微笑的我，顿时僵住了脸。随着一声恐怖的尖叫响起，我身旁的女孩竟直接被劈成了2半。我明白，哪怕我的肌肉已经忍不住颤抖，我的脸上也不能有任何变化。40分钟后，直到这道熟悉的声音伴随着下课铃声响起，我总算长长的吐了一口气。恭喜各位还活着，可以继续听课。在第2堂课结束后，本校还剩220名学生。惊魂未定之下，我扫了一眼整间教室，本来坐着的10几个人，现在仅剩下2、3道身影。想要憋住40分钟不动声色，对于人的耐力和体力算是相当大的考验。规则依旧，课间将有20分钟休息时间，请各位不要浪费，可以在操场、食堂等地方好好放松心情，迎接下一堂课。第3堂课将在10点整准时开始，请不要在相同的楼层参加2堂课。紧绷了40分钟的我已经疲劳无比，只能昏昏沉沉地爬上3楼，随便找了间教室坐下。直到预备铃声响起，我才猛然惊醒。教室里竟然聚集了近20道人影，而窗外的大部分教室都空空荡荡，仅仅零星坐着1、2个人。在淘汰率如此惊人的情况下，这间教室几乎承包了3楼1半以上的学生。时间到了，讲台上的老师准时起身，飞快地书写本间教室的规则。教室规则：本教室在讲课期间需全程进行击鼓传花游戏。开始上课后，老师会递给最靠近讲台的同学一把刀，可往随意方向继续传递。老师低头读讲课时，请同学们保持传递，禁止停滞3秒以上。当老师声音终止，抬头之时，持刀之人需要在3秒内往自己身上刮一刀，否则淘汰。第一个接过小刀的同学根本没有熬到3秒，而是在接手之后迅速扔到了旁边的桌上。显然他对于自刮一刀这件事情显得极为抗拒和恐惧，因为力道过大，小刀甚至在桌上轻轻旋转，险些划破第2位同学的手背。好在第2位同学胆量大了不少，眼疾手快地抓住刀柄，总算是赶在3秒之前递出了刀。第3位同学显然镇定许多，接刀之后数出2个数字，从容地把小刀递给了第4位同学。这无疑是给所有人打了个样。随后的几人都学着他的法子，尽量数满至少2个数，再递出小刀。本来慌乱的教室竟变得相当有序，而我处在第6棒上，本来也准备学着他的模样，冷静地默数2秒。可让我没想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。就在我接过小刀的那一瞬间，讲台上口沫横飞的老师突然抬起了头，他的瞳子紧盯着我的方向，喧闹声戛然而止。我愣住了，我没有想到第一个面临老师抬头的人竟然是我。无所适从的慌乱顿时涌上心头，我的手忍不住一哆嗦，竟让小刀掉到了桌上。3秒时间转瞬即逝，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可在我即将绝望之际，一抹荧光竟骤然从我眼前划过，我身旁坐了一位短发女孩，居然抢在我之前，拿起小刀在我的手臂上划了一道。这刀刃远比想象中锋利，带出了一大滩血液，痛感相当明显，差点让我叫出声来。老师见状，始终保持着同样冷漠的表情，埋头继续读起了讲义。女孩当即轻声喊道：“愣着干嘛？快传出来！”我赶忙将刀递了过去，眼看刀慢慢传走，女孩用低沉的嗓音同我说道：“看来我赌对了，不一定要自己亲手刮出这一刀，只要是受罚者出了血就行。”对于她的冷静，我不免有些佩服，不自觉地接过了话茬：“感谢你的援手，我叫酱汁。”我叫青青。她轻轻点头：“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你前2堂课分别去了哪些楼层？1层和2层。”我回道：“你呢？”我先是一路观察，去了4层，随后去了2层，最后来的3层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看着黑板上的文字：“我有个想法，想要找人一起实验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一试？”面对这样一个十分冷静，我很难拒绝他的提议。请教，规则中有要求，不允许在同一个楼层上2堂课。按照我的推理，很有可能每间教室的规则是一直保持不变的。为了避免我们一直用同一套规则过关，所以才要求我们必须更换楼层。我沉吟片刻，有道理。他的嘴角扬起一丝微笑。所以我们可以交换信息，分别告知对方4楼和1楼的教室规则是什么，稳妥地减去一关的风险，如何？没问题。